美国一贯的霸道作风也让一些国家望而却步。韩国《朝鲜日报》日前报道称，拜登政府曾在今年6月说服原计划在韩国投资设厂的中国台湾半导体企业，将规模高达50亿美元的投资项目成功从韩国手中抢走，引发舆论争议。据报道，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曾向全球第3大硅晶圆生产商台企环球晶圆控股 CEO 徐秀兰致电，当时徐秀兰正准备在韩国设厂。他在电话中表示，在韩国开设工厂所需费用仅为在美国的1/3。雷蒙多听后则表示，美国也会调整到这个价格。2周后，环球晶圆方面正式公布了在美国德克萨斯州建设新工厂的投资计划，投资规模高达50亿美元，预计将创造1500个工作岗位。朝鲜日报认为，美国从韩国手中抢走半导体投资项目一事，可以充分体现美国为了确保其霸主地位，采取了何种程度的攻击性措施。在高新技术产业的战场上，美国对于韩国这样的盟友也丝毫不会让步，而是会非常现实和冷静地计较利害得失。虽然拜登政府公开将中美竞争设定为产业战的最前线，但现在美国对于其同盟国韩国也是虎视眈眈，正在将其视为竞争对手，接连采取排韩措施。好，消息马上来连线特约评论员陈斌。陈先生你好。美国对中国实施先进芯片制造设备限制后，又决定减少对中国药品和化学品的依赖，那这是否意味着美国把经济和技术当武器，系统化的制约中国呢？童弟你好，这种趋势呢比较明显，美国呢正把经济和技术当作武器，以国家安全为借口来限制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，重点打压中国呢可能超越美国的技术性产业。美国禁止向中国出口小于14纳米半导体设备，旨在打压中国的芯片制造业。而芯片呢又是数字化时代的石油，为电话、电脑、人工智能、汽车、电器等一切电子产业提供动力。控制了先进芯片的制造，等于呢就卡住了你的脖子，很多新兴产业呢都难以冲刺前沿。美国呢除了在先进芯片制造设备上给中国设限，还在芯片出口上设置路障，组织所谓的芯片四方联盟，来限制对中国市场的供应，从而呢制约中国先进制造业的发展。美国呢一直担心中国的经济总量呢在未来的某一天会超过美国，所以呢设法阻止中国经济发展，通过呢在关键技术领域设卡来延缓中国超美的步伐。近年来美国对中国经济和关键产业使绊子，以国家安全为名来限制技术出口。40年前呢，同样对赶超美国的日本实施过用政治、法律、关税、投资等多样工具，6、7年间呢，就把日本领先的半导体产业呢给绊倒了，再也没有翻过身。所以呢，中国需要精准应对，重点突破。我们特别需要警觉的是，美国呢对中国的经济设限正从特朗普政府的全面进攻，也就是全面加征对华商品的进口关税，转向了拜登政府的重点打击，也就是呢对关键技术和新兴产业进行围堵，要在每一项基础技术领域，从人工智能到量子科学、新一代移动网络等等，对中国设卡，阻止中国呢获得比美国更强的技术优势。而且中美科技和产业竞争呢，也不像过去马拉松式的比耐力、比韧性，而是100米短跑冲刺赛，速度极快。美国所采取的措施呢，也不是市场经济手段，更多的是玩黑，比如说呢，出口设限、出台法律来设置路障，把安全扯进来，胡搅蛮缠等等。美国的基本态度呢，是要趁中国和美国在技术上还存在差距的现在，快速的反应，遏制中国。能不能呢？不能等到中国获得全面的技术优势和影响力才行动。那么接下来呢，美国很可能和欧洲、亚洲的盟友协商，采取一致的技术和产业政策来给中国实现。